你绝对想不到这个男孩有多变态。见教室里同学都已离去，他偷偷拿起女神的运动裤，然后脑子里回想起体育课上女神佐伯大汗淋漓运动的一幕，接着将布放到鼻子上暴风式吸入。这味道瞬间上头。正当春日仔细回味之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吓得他惊慌失措，急忙收起衣物，然后赶忙跑回家中。回家后，春日猴急地将女神衣物铺在床上，再三思索后，决定将女神的三角布送给点赞的观众。本想着自己爽过了再还回去，可不想第二天佐伯就告老师了，说自己的三角布不见了。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个变态，只有春日做贼心虚，立马找了个借口逃离学校。他拼命的骑啊骑，没想到在半路遇上了同学奈子。奈子毫不客气地坐上了车，说是想去他家补习生物知识。春日本想言辞拒绝，但没想奈子突然开口：“私見てたんだよ。春日くんが佐伯さんの体操着盗んだところ。”春日听后脸都绿了，瞬间慌了一批。这事如果被同学知道了，自己以后就没脸见人了。他拿起书包撒腿就跑，怎料左右脚不听使唤，突然打结，春日从上面摔了下去。奈子顺手从他包里掏出了体操服，对着春日就是一顿羞辱。但他并没有打算将事情说出去，只要春日以后完全服从于自己，他就会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。这下春日算是被拿捏了，他只能被迫答应了奈子的条件。刚开始以为就是写写作业跑跑腿，可到了后来春日才知道，奈子玩的是真野。他领着春日来到图书馆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然后上去直接开撕，拿出佐伯的衣服就给他套了上去。你不是喜欢吸吗？那就让你彻底吸个够。可变态的奈子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他，他竟然让春日穿着佐伯的衣服，然后去和他表白。看来这是要将春日玩死啊！如果不去，奈子就会把秘密说出去。没有办法，春日硬着头皮和女神表白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佐伯竟然答应了他。这时藏在树后的奈子不乐意了，拿出可乐就往春日身上喷去，里面的字逐渐显露出来。见事情快要败露，春日立马起身逃跑。事后春日找到奈子，希望他能放过自己。可是身为一个大变态，奈子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而更加刺激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注意看，一对懵懂少年正在图书馆学习。这时女孩弯腰去找书，男孩不经意地回过头去，只见一本自己从未阅读过的书籍出现在眼里。究竟是什么书，能让男同学看得如此目瞪口呆？直到镜头给到另一边，我才明白春日同学为何如此好学。毕竟这本书在座的应该都喜欢吧。在看了好久后，春日才恋恋不舍地转移视线。在奈子的强迫下，没想到二人真的成为了情侣，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佐伯经常会邀请春日到家里做客，二人一起探讨生物学科课程。春日不想再欺骗善良的佐伯，于是找到奈子求放过。可就在这时，女友佐伯竟然追了过来。看到春日和奈子在一起，这很明显自己遇到渣男了。他哭着质问道：“私たち付き合ってるのに、どうして中村さんのとこ行くの？”春日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，佐伯表示自己完全琢磨不透春日的心，看不懂是吧？那就让你看个明白。奈子熟练地扒去春日的衣服，此时自己的三角布就在春日下身，这时才明白原来男友是个变态。本以为佐伯会很生气，不料他却走上前去。どんなことだって春日くんが私を思ってしてくれたことだったの。私は嬉しい。変態だなんて思わない。我的个妈耶！不愧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你，到了这一步竟然还是如此淡定。奈子听后觉得自己很多余，于是识相的自动离去。他算是看透了春日，决定跟他一刀两断。但变态的春日始终觉得，还是更加变态的奈子才适合自己，毕竟臭味相投嘛。于是为了讨回奈子的芳心，他做出了一件更加变态的事。女孩们刚刚上完游泳课，然后回到更衣室准备换衣服。看到这一幕，唯独奈子露出迷之微笑。也许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很快，这些三角布就出现在一个秘密基地。原来这是春日为讨好奈子而建造的，里面都是二人最喜爱的东西。看来奈子很是满意，直接坐上了主人的宝座。春日见状，立马识趣的跪到面前。ふざけんなよ。契約させてやるのは私だろうが。ド変態野郎。春日听到立马有些受不了，这才是自己喜欢的那款。为了让主人更加高兴，第二天春日做出更刺激的事，他直接将偷来的三角布挂在学校的雕塑上。所有同学都发现了这一杰作，春日止不住的心里暗喜。放学后立马跪在了奈子面前。中村さん、次は何が見たい？このパンツ街中にばらまいてやろうか。悪くないんじゃない？说着就给了春日一个奖励，并夸赞他做得很好。接着二人就在里面补习之事，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佐伯听到。这奇怪的声音让他有些不舒服，所以他决定亲自体验一下。过了几日，春日兴高采烈地回到基地，怎料一开门，里面坐着的竟是佐伯。中村さんとしたの？
说着就将绳子解开，最终一丝不挂地站到了春日面前。话说校花就这么随便吗？竟然倒贴给一个大变态！岛国人的思路真是让人想不通。接着佐伯就邀请春日和自己打拳，甚至要和他融为一体。这里不好看我们就不看了。在完事后，春日突然起身，说自己喜欢的还是奈子，提起裤子不认人是吧？佐伯怒火中烧，直接一把火烧了秘密基地。当奈子发现后，以为是春日背叛了他，然后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小镇。而春日不仅失去了校花，还失去了自己的主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个女生？是奈子还是佐伯呢？